凌晨2点半，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内，一支飞行小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执行临时战斗飞行任务。就在飞行员驾驶战鹰呼啸升空的同时，空勤造副班长王鹏崇和战士刘金龙也立即进入工作状态。只要空勤大面一起飞，他们就会通知我们相应的时间制作煎餐。他们时间也不固定，有的时候是白天，有的时候中午睡觉的时候，有的是大半夜晚上睡觉的时候。飞行员空腹超过一定时间，就要吃煎餐补充营养。由于飞行任务时间不固定，制作煎餐的时间也无法固定。空勤造官兵往往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这顿煎餐需要在15分钟内制作完成。反正说任务比较急，他当时也是比较懵的，班长做什么我就跟到哪儿，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相比新兵刘金龙的不知所措，入伍已经11年的副班长王鹏崇则做起来游刃有余。像他们站起下来以后，身心也比较疲惫了，吃一些大鱼大肉的话也不太适合，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些素包子啊，比较好消化一些的东西。2、3样小菜，一碟核桃包，再配上热气腾腾的蒸饺和馄饨，一顿营养又美味的煎餐，在王鹏崇有条不紊的忙碌下，很快制作完成。好，上车，准备上车。完成制作任务后，王鹏崇和刘金龙还需要驱车赶往机场，将煎餐送至机场餐厅。到那边以后动作快一点啊！好，因为他马上下飞机了。打个比方是3点钟送到，然后我们的表就会快10分钟，我们就会提前10分钟送到，宁愿早送10分钟，也不能晚送10分钟，因为晚送了就会影响他们的飞行计划。今天太突然了，我起来我几个人都懵的。刘金龙，2022年9月入伍，这是他加入空勤造1个多月以来第一次为飞行员制作煎餐。像往常一样，王鹏崇他们的煎餐比规定时间早10分钟送达。动作快一点，快！关门，关门。好。下次再裹保鲜膜的时候，不要裹这么严实。小菜一会儿去那边摆一下，装下盘。一切准备就绪，执行临时战斗飞行任务的机组也驾驶战机平安落地。吃一口香飘四溢的馄饨，咬一口松松软软的核桃包。凌晨3点多的这顿煎餐，既温暖了飞行员们的肠胃，又为他们快速补充了体力和营养，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虽然煎餐的保障过程只有短短的2个小时，但煎餐的制作因其不定时、不定期、保障守时等特性，成为了最考验空勤造官兵战斗炊事素养的工作之一。飞行员营养食谱里的饮食禁忌总共有几十项：不准吃不易消化的食物，如肥肉和油炸食物；不准吃纤维高的食物，如芹菜、韭菜；不准吃胀气的食物，如蒜、萝卜；不准喝大量的牛奶、汽水等。飞行人员像他们的任务都是在天上工作的，我们非常注重他们的肠胃啊，然后消化道这些问题。如果飞行员在空中执行任务的话，肠胃不适应，那出现了拉肚子，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尽管飞行员的饮食限制较多，但空勤灶还是每天为飞行员提供丰富且安全卫生的饮食。啊，金龙把那个青菜给切一下，那个对，那个肥的就不要了，肥的可以割下来。咱们把那个盆子拿过来，拿一下。一个切菜配菜，在2位老班长手里却处处都是细节。像我们制作小菜的刀板和切水果的刀板，还有切荤菜和素菜的刀板，它区分的非常的明细。我刚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拿着小菜板去切生肉，就被孙班长大骂了一通，说我们的小菜板只是制作熟食用的，如果要切生食的话，只能在生食板上切。用小菜板的话，一定要用酒精消毒，或者是用100度的水温，然后去消毒才能可以使用。注意油把控啊！倒的时候可以捋着边儿倒，这样你炒的时候还好炒。再倒一点。好。终于轮到新战士们上场，黄永乐决定从最简单的素菜入手。不放心的王鹏程一直在旁细心的指导。不容易粘锅。它刚开始炒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温度拉到最高，然后等那菜炒的稍微趴一点了以后，你再把那温度拉下去。炒素菜一定要切记速度要快，素菜要到最后调味，因为前期调味的话，它盐会把里面的水分给杀出来。一个素菜的制作，不想里面却有着诸多讲究。灶上1分钟，灶下10年功。在战士们第一次制作菜品的过程中，副班长王鹏程发现了一些不足，口味有一点偏淡。我们保障飞行员来自5湖4海，你要根据他的口味来调整你的口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炒的速度那个温度没把控好，导致它出水比较严重。下一次如果出水比较严重的话，你可以稍微勾一点芡，这样的话看起来色泽上面比较好看。一个单位的强不在于1、2个人，是整体的强。如果我们这个团队都很强，这才是强。为了磨练空勤灶新战士的基本功，午饭过后，空勤灶组织刚加入的几名战士练起了切配和颠勺。为了不浪费食材，细沙和废报纸被派上了空勤灶的训练场。难不难？啊，手好酸啊！手酸是吗？对呀。是你们的技巧没有使用正确，所以你会感觉到很累。你要借助这个桌子的力量，这样就会很轻松。你看我翻的就很轻松，对不对？6斤重的铁锅加上4斤重的沙子，能够在副班长王鹏程的手里上下翻飞。但对于几名刚来炊事班的新战士来说，却显得非常吃力。颠锅的，我第一感觉这个锅特别重，颠不起来，而且手腕特别酸。第一次颠锅的时候，经常颠就是把半锅沙子颠出去的。班长看了我的手，说你的手腕太僵硬了。要学会用巧劲，而且东西要翻得均匀。颠勺主要分为翻勺、晃勺、出勺，而翻勺又分为小翻和大翻。简单的一个颠勺动作，里面却包含着美食制作的大乾坤。而战士们只有在经过几十上百次的练习，才能领悟出其中的奥妙。你看你们切的。这个有长的，有三角的，你看是不是？你们2个人拿刀也很奇怪。我看你是这么拿刀的，你有的是这么拿刀的。报纸比较难切一点，因为不容易切断。班长的要求也比较高，让我们切的比较匀称。当时我这个刀都握得不太准确，
让喜欢烹饪的新兵刘金龙没想到的是，平时班长们做起来轻松自如的动作，自己学起来却那么难。两个脚一定要岔开大约50度，腰微弯就行了，你不要这样贴着弯得很下面去切，这样的话你的腰受不了，明白吗？就在副班长王鹏崇悉心指导新战士练习基本功的同时，入伍23年的空勤灶炊事班班长孙永军也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这些新战士们的表现。前片后剁，你剁的时候我们用后边，切的时候我们用前推，用脚往里朝前推，是不是？一刀一刀下去。切的这个整齐不整齐啊，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这个坚持。这下面普遍都是00后，家里估计连个衣服都不会洗，可能来到我们部队以后，突然间你让他干这些东西，可能确实有点吃力。为了让来自不同地域的飞行员吃到家乡菜，从而保障好飞行，孙永军决定带着班里的战士一起学做一道山西面食——油面鱼鱼。多次少量的加，把它搅成絮状。作为目前整个场站在役年限最长的炊事员，44岁的孙永军见证了场站的发展，也陪伴了空勤灶的成长。他入伍第5年就取得高级厨师职称，第7年又顺利考取了高级营养师资格证。2019年，孙永军被东部战区空军评为2级强军工匠，因其经验丰富、技艺高超，所以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1号大厨。光滑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这种程度就可以了。醒面，因为这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有几名是山西籍的，来好长时间了。我们这个通过做一种油面鱼鱼，偶尔也能吃到家乡的美食，吃出战斗力，给别人一种惊喜。一心扎根3尺灶台，为了丰富空勤灶的伙食，这些年孙永军不断学习各地饮食文化，提前了解新进场空勤人员的饮食习惯。他还系统梳理总结各地域的饮食口味和菜谱，让空勤人员虽然远在他乡，却一样能感受到家乡与驻地的味道。是挑战，以前没有做过。我的服务理念就是会不会另外一说，我不会我可以学。这边也搓一搓，这边也搓一搓。为什么叫油面鱼？因为它长得像鱼，是不是？你看你这个，是吧？是用这个掌面跟这个，是吧？你搓长，然后这边搓一点，是这边搓一点，是不是？不是说我一直推的，你看是这个地方，动作快一点，是吧？什么意思？3、2下就出来了。宋班长是安徽人嘛，但是他会做一个山西的美食，因为这个美食我听都没听过的，他都会做。他的面食基础比较好，是我们空勤灶的面点大王。在烹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尝鲜，以求能够达到保障对象的满意，是空勤灶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每一次新菜品的研制，孙永军总是自己先做足了功课，随后在灶台边手把手的教学。烹饪过程中所涉及的技巧，他总会毫无保留地告诉给战士们。炒西红柿的时候放点盐，让它快速的翻沙。这个时候为什么现在不放葱姜蒜呀？如果我们现在放葱姜蒜的话，那个味道突出了，蒜味挥发了，快翻沙了。这个时候再放姜蒜，这个葱的蒜味、姜味它突出。在空勤灶所有炊事员的共同努力下，一道新美食在锅中翻滚完成。生姜的重量是46克，生姜的重量是46克，蒜的重量是116克。餐桌连着战斗力。近年来，空勤灶积极探索饮食保障新路子，他们携手行医、营养技师，运用技术手段打造智慧食堂，首创了智能营养膳食系统，
每个季度，空勤灶都要配合场站医院的营养技师进行一次营养膳食监测。膳食营养监测主要就是为了检验空勤灶日常的饮食保障是否能满足飞行员的这个生活、工作以及高强度的这个训练，热量是否满足，3大产能营养素的这个供能比是否适宜，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营养调查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所有的调味品都在这边，我们先把总的重量称出来，然后等一会儿班长他们炒菜的时候呢，每用一种调味品，你们都要称剩余的重量，然后记在对应的这个菜后面。白醋生产的是正常。除了记录生鲜食材的重量外，调味品使用前后的重量也要记录下来。而这个环节备受营养技师陈颖的重视。味精少倒一点，因为味精里面的这个成分和鸡精和酱油和盐里面都含有钠，如果说重复使用的话，会导致我们钠摄入超标。像我们灶房的官兵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他每个人的味蕾都不一样。营养膳食监测的话，它会更精确我们的定量，这样的话，更科学的去使用我们的油啊，还有盐之类的一些东西调味品。烹饪好的菜肴不能马上送至食堂，还需要再次进行称重。蒜蓉生菜的重量是1603克，油爆虾的重量是2871克。称重结束后，记录员会将这些资料汇总到专业的健康信息数据库，由饮食专家给出科学的烹饪建议，确保空勤人员能吃上口味适宜、营养均衡、利于飞行的饭菜。记录完数据之后，对后续的菜品都有很大的调整，比方说调味品的调整，油和盐都要根据数据把控好，菜品在锅中的受热时间都会有调整。每次部队到此驻训，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都会详细采集空勤人员的年龄、籍贯、口味和身体基本状况等基础信息，录入到智能营养膳食系统，建立日益完善的电子饮食档案。就餐者从进入食堂起，智能营养膳食系统就开始进入工作。智能营养膳食系统能精确计算出空勤人员在就餐时各类营养素的摄入量，并根据个人身体健康情况，结合行业意见，向每名空勤人员及时提出营养膳食配餐建议，以便飞行员和炊事员随时调阅研究。如今，飞行员吃什么、吃多少，都可以听从智能营养膳食系统的安排。